针对近期美台不断强化军事勾连，20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美国波音、防务等多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时隔1年，中方再次启用该清单，引发外界关注。在23号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称，这是中方正常执法行为，并强调遭制裁的3家美企屡次对台销售进攻性武器，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对于美方持续干涉台海，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当天，商务部毫不手软地祭出了重拳，连出2则公告，宣布把3家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系列制裁措施。至此，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美国军工企业数量升至5家，这也成为今天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境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发言人今天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与此有关，而且发言人今天共回答了7个问题，至少有3个围绕此次不可靠实体清单展开。发言人就媒体朋友的关注做出了有理有据有据的全面回应。在跟现场同行的交流中，大家感到如今中国反击美国的方式明显变了，话变少了，行动变多了。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性因素。中方根据《对外贸易法》《国家安全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决定将相关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相应措施，是中方依法采取的正常执法行为。屡次对台销售导弹、军用无人机、坦克等进攻性武器，以此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深圳卫视注意到，商务部此次除了将3家美企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外，还公示了另一家美国公司的合规风险。观察指出，这显示了中方制裁的穿透性极大增强，针对清单企业的产供链进行精准打击。根据商务部公示，美国凯普拉格斯公司将自中国采购的货物转移至不可靠实体清单中企业。 境内企业与美国凯普拉格斯公司开展出口业务时，应当注意识别违规转移的风险。对此，商务部在23号的记者会上也就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具体包括核实交易信息和最终交易对象，要求境外交易方承诺不会将自中国采购的货物、技术、服务等转移至 不可靠实体清单中企业等。美国凯普拉格斯公司是一家塑料制品公司，主营产品包括保护盖、保护塞、保护网、保护管等。分析认为，对这家公司的外贸业务发出警告尚属首次，显示监管能力建设正在不断增强，对其后续影响的评估有助今后充分发挥清单机制的制裁效力。 同时，这次中方出手的力度较为克制，对中国供应商实施了有效保护。事实上，实体清单被认为是大国的标配，而这一机制近年来多次被美国滥用。根据美国商务部今年1月公布的所谓实体清单报告，目前共有约800家中国企业被纳入，其中约300家是拜登上台后加入的，显示美方滥用这一机制的力度不断增强。因此，中方必须启用这一机制进行对等反制，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让美方有所忌惮。这与美方滥用该机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实际上，中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于2019年酝酿提出，2020年正式公布内容，2023年才首次启动实施。这一过程本身就充分说明中方使用这一法律武器的审慎态度。 此次商务部依据不可靠实体清单对相关外方实体采取措施，也反映出我们未来在对外的这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合法权益方面，也会走更加法治化、更加机制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道路。 外交部22号还宣布，对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导弹与火控公司、洛克希德马丁航空公司、标枪合资公司、雷神导弹系统公司等12家军工企业及10名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外界注意到，短时间内中方分别通过外交部与商务部接连推出反制措施，较为罕见，应用了多部不同的涉外法律，显示了打击台独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公众号玉渊谈天此前曾分析，中国如今的反制工具箱已具有直击要害、针对性强的特点。此次一系列制裁包括限制其经营能力，这就涉及同中国企业展开贸易和在中国境内进行投资的能力。其中，波音公司及通用公司的产品线有不少延伸到民用领域，这部分构成其在华的直接利益。中方据此采取相关法律手段，能对其进行更有效的打击。在关乎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上，其实呢，相关的反制措施越来越精准。通过这种精准维权，对相关的外方实体进行直接的相关的打击。其实呢，对于我们在未来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问题上，能够更加切中要害，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据路透社22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由于中方监管机构对驾驶舱语音记录仪电池的审查，波音向中国的飞机交付近几周被推迟。报道提到，中国民用航空局正对飞机搭载的25小时驾驶舱语音记录仪内的电池进行审查。波音公司正在确定新的交付时间。由于飞机制造商通常在将飞机交付给客户时才能收回大部分款项，目前这一插曲正受到华尔街的密切关注。认为这将使波音公司高层提出的今年交付大部分库存飞机的目标泡汤。根据波音公司2023年年底提交的文件，目前波音库存约有140架737 MAX 8飞机，其中85架是为中国客户准备的。截至4月底，波音公司今年共向中国交付22架飞机，但4月底至今，波音向中国客户交付新飞机的数量为0。波音公司今年卷入一系列丑闻，包括内嵌式应急门脱落、引擎起火、轮胎掉落、冲出跑道以及机翼受损等等，堪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质量问题引发外界高度担忧。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今年3月发布的适航指令中指出，波音公司的777客机油箱附近存在电气绝缘不良，该情况可能导致油箱内起火，并导致火灾或爆炸，涉及美国公司运营的近300架飞机。据估计，修复这一问题可能需要1400万美元。众所周知呢，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几乎最大的民航科技的消费市场。我们正在越来越多的利用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来在整个世界经济在国际政治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事件也充分的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任何能够尊重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企业、外国实体，在中国呢都是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但是呢，如果说不能够有效地做到以上的这些，那么呢，他们一定会在中国市场付出相应的代价。对于中方宣布制裁12家与美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一事，您是如何看？我注意到，从中方这次在经贸上对美方的反制动作，尤其是在反制时候选择的这12家企业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中方是想要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第一是反制美国对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也就是要反制拜登政府早前宣布要对产自中国的包括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即为借口，对中国的部分企业进行了制裁。为此，中方也要进行反制。三是因为这些美国企业参与了对台军售，帮助了武装台湾。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的政治信号就是：第一，在赖清德520讲话做了台独自白之后，中国大陆立马出手制裁了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这也就意味着台湾海峡之间的小两岸跟太平洋之间的大两岸，或者说是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跟中美关系之间正在产生联动效应，而且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美国以所谓支援了俄罗斯的军工体系重建为由，制裁了中国企业，而中方又以参与了对台军售为由，制裁了美国企业。这也就意味着俄乌局势正在跟台海局势发生某种微妙的联动效应。美国想要以升级台海局势的方式来牵制中国，并最终影响俄乌局势。第三，它意味着海峡两岸的博弈、中美博弈、俄乌博弈以及美俄博弈，
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纠缠在了一起，而且博弈的战场既有政治、外交与军事层面，也有经济层面的。我认为，假如美国不采取有力措施来管控这样一种局面，未来的情势将会令人堪忧。